当中还有一项重要特色，就是咖啡馆，因为它是少数在帝国时代可以打破阶级的社交场合。不管你是王公贵族，或是商业巨贾，甚至音乐家、大文豪，都会在咖啡馆里出现。著名的奥地利诗人埃顿伯格就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不在咖啡馆，那就是在通往咖啡馆的路上。”挑高的哥德式穹顶，大理石圆柱，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约瑟夫一世和有最美丽皇后之称的茜茜公主巨幅肖像。中央咖啡馆1876年创立，至今已经有140年的历史。咖啡会传入欧洲，起源于1683年。鄂图曼土耳其大军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撤退之后，遗留下了一个装满咖啡豆的麻布袋，于是维也纳就出现了欧洲第一家咖啡馆。19世纪末，咖啡馆就成了维也纳人文荟萃的场所。Yeah, it was men's dominated, to be honest. Yeah, so it was not allowed to be as a woman in the coffee house to talk about world issues, to talk about poetry, of course, with these all literary people, politics, and and things of society of Vienna. So it was a meeting place to exchange to each other. Yeah, you must think back into these times. They did not have any mobile devices, no really telephones, so. They need to have a meeting spot, and some of them kind of lived here. This guy Peter Altenberg, which was the most often frequenter here. 中央咖啡馆一进门的雕像就是诗人艾滕伯格，他和以前一样，从早到晚都待在这里。而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南斯拉夫独裁者迪托，还有策划俄国10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和托洛斯基，以及没考上维也纳艺术学院，后来成为纳粹强人的希特勒，都是咖啡馆的常客。热血青年激论革命，文人墨客灵感启发。维也纳的咖啡馆是时代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2011年，联合国就将维也纳咖啡馆文化列入非物质世界遗产。维也纳咖啡的特色是在黑咖啡上加鲜奶油和巧克力，啜着一口咖啡与牛奶混合的浓醇，维也纳人相当自豪。The main difference here is with the very good quality of water away from Vienna. It comes from the lower Alps. 目前在维也纳有超过1000家咖啡馆，光是这间中央咖啡馆，一年就有50万人到访。单单这杯咖啡米朗奇，一年就可以卖出12万杯。维也纳咖啡馆文化，直到现在依旧有着深远影响。而历经100年，依旧存在维也纳人生活当中的，还有这个美好滋味。炸得金黄的小牛肉排起锅，这就是被称为奥地利国菜的维也纳炸牛排。相传19世纪，一位驻军意大利的将领发现当地的炸小牛肉排极其美味，于是抄下食谱带回维也纳，献给当时的皇帝约瑟夫一世。The legend says made their own dish, so they used wheel and covered it with pure gold. So the normal people of Vienna, they were very impressed about this dish and they wanted to find something similar because obviously a normal Viennese people cannot afford gold. And then they found it in the breading. 这项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炸小牛排却成了维也纳最出名的美食。这间名为 Figlmüller 的肉排店，1905年开张，到现在已经超过110岁，也将维也纳炸肉排发扬光大。主厨手中超大的肉排不再用小牛肉，而是猪里脊。由专门的师傅捶打成又大又薄的均匀猪排，但最关键的是要油炸出美丽的金黄色。
about 180 to 190 degrees Celsius. The reason why it's 3 pans, put it inside, and the pan is losing some temperature. So the second one, the same temperature, and the third one as well. So the schnitzel will always have the same temperature while frying.不到30秒，3道油锅高温淬炼，维也纳巨无霸炸猪排金黄出炉，外表酥脆，内层软嫩。光是 Figlnuller 一年就高达250万名饕客闻香而来，等于一天就有7000人上门指明要吃炸肉排。奥匈帝国当年流传的生活与文化，也就这样一点一滴原汁原味地被保存下来。We like to live our tradition actually. So everywhere you go in Vienna, you will have a little touch of the past, a little touch of the imperial times. This is what we are famous for, and this is what still we live actually also in Vienna. 这个城市曾经是欧洲历史上最显赫、统治地域最广大的帝国首府。它是音乐、文化、艺术的摇篮，也是现代主义、近代思潮的温床。哈布斯堡家族所统治的皇朝时代已经远去，但王室曾有的荣光却依旧在城市里升华。而那正是维也纳留给全世界最隽永的韵味。欢迎回到《帝国之都进化论》，聚焦欧洲3城记。接下来要造访的城市是德意志的国门之都法兰克福。它虽然不是首都，但从16世纪开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地。更因为它位居德国，甚至全欧洲的中心位置，是欧洲通往世界的交通枢纽，有着全德国最大、最重要的机场。因此，欧洲中央银行也设在这里。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法兰克福的金融地位一天一天越显重要。摩天大楼与古典建筑彼此交错，新旧融合的天际线，这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西元8世纪，欧洲之父查理大帝为了纪念在一场战役中安全渡过美因河，在河畔建成。12世纪开始，德意志各邦国的选帝侯都在这里集会。之后，法兰克福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地。德意志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最受敬仰的思想家歌德都是在这里诞生。这使得法兰克福始终散发着民主和人文的光彩。但24世界大战，法兰克福遭受了33次的严重轰炸，8成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千年古城付之一炬。现在看到的老城区都是在战后修建，也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有着和欧洲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摩登新貌。只有70多万人口的法兰克福，却是摩天大楼密度最高的欧洲城市。大楼
里坐落的几乎都是银行，因为金融正是这个城市的最大支柱。这栋40层楼高，门口还有一个巨大欧元标志的摩天大楼，就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总部。1998年设置在法兰克福，掌管了全欧元区的金融和货币政策。而除此之外，德国的联邦银行和全世界共300多家银行也都坐落在附近。法兰克福等于是掌握的德国乃至于全欧洲的巨大财富，可以算是实质上的欧盟经济首都。为了展现金融改革的独立地位，欧洲央行决定告别金融区的欧元塔，改搬到车程20分钟、耗资12亿欧元的玻璃帷幕新总部。同样彰显法兰克福金融地位的，还包括历史悠久的证交所。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法兰克福证交所的内部。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50分，所有的股票交易都正在进行当中。事实上，德国有高达90%以上的交易都在这间证交所里面完成。因此，除了挂牌的1万多只股票之外，还有高达40万种的金融商品可以在这里买卖交易。也因此，法兰克福证交所被视为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上市场所。掌握金融，主导财富，法兰克福更有先天的地理优势。Great advantage of Frankfurt is obviously its dead central location in the middle of Europe, connected to all the key places that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be connected to, either via the airport or via rail or the German autobahns. Within Germany, within Europe, and also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位居欧洲的核心位置，可以轻易连接到世界各地。法兰克福的天空几乎每分钟都有飞机起降，一年有高达6100万名旅客出入机场，也因此成为外商设置欧洲总部的首选。不管是往巴伐利亚往南走，或者是西南这边的斯图加特这里，都很容易可以，都是在2-3个钟头以内就可以到得了。那往北边汉诺威，往东北的柏林都很方便照顾得到。为了这一个便利性，还有我们跟台湾同事一起照顾客人的这个及时性，就当时就选择了法兰克福。1240年举办第1届商业博览会以来，法兰克福已经有800年的会展历史。如今一年多达150场展览，包括最著名的车展。法兰克福作为世界博览会之都，始终历久弥新。而在英国脱欧之后，世界金融中心也可能将从泰晤士河畔的伦敦搬到美英河畔的法兰克福。It's very clear that Frankfurt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strong rol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world, and we think we are very well positioned. Life sciences, IT, automotive, which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at this point in time. But I think with Frankfurt being such a strong player in this whole Brexit debate, I think the focus will come to Frankfurt and the region and what it has to offer, not just for banks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ut for industry and global headquarters as such in the global and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成群的摩天大楼是战争的印记，也是德国重新站起来的象征。这座在战火中重生的水岸城市，如今以多彩多姿的都会面貌，掌握着欧洲经脉，也为欧陆国家开启通往世界的大门。作为与世界连接的枢纽，法兰克福的地位与重要性，也将随着时间推移，新机运的到来，越加璀璨夺目。欢迎回到《帝国之都进化论》，聚焦欧洲3城记。
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不需要人口最多、地域最广，而是从历史脉络中发展出丰富又崭新的文化，让市民认同，让世界感动。不论是自由之都的阿姆斯特丹，充满古典气息的维也纳，或是位居欧陆枢纽的法兰克福，3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截然不同，但却都有一个永续向上的愿景和目标。居住在台湾各个城乡的我们，是否也能挖掘出自己城市的特质与让世界感动和学习的风范？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聚焦全世界，我们下次再会。